这块石头很可能从来就不存在，可是刻在它上面的那段文字，在过去这几年里被几亿人读过、抄过、转传过，被拿去解释瘟疫、解释战争、解释粮价、解释你我此刻正在经历的一切。它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做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也有人叫它救劫碑文。全文加起来不过400多个字，却几乎每一句都被人指着说，你看，这一句已经应验了。而最让人坐立不安的是它的收尾，网络上吵了很多年的其实是倒数第二段那4句拆字谜，可是真正压在最后被绝大多数人一眼划过去的那一句，却不指向北京，不指向华盛顿，不指向任何一场战争，它指向的是一个非常小、非常近，近到你现在转个头就能看见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你住的地方。这一集我们把这块碑从头到尾拆一次，看看那座山是什么样的山，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些所谓已经应验的句子究竟是怎么被兑现的，以及最后那一句到底在讲什么。我先讲明白，这一集会有一段路走得不太舒服，因为我们会把很多人相信的东西一层一层剥开，但是我保证剥到最后剩下来的那个核比外面那层壳要好得多。先从那座山开始，太白山位在陕西西南边，是眉县、太白县跟周至县3个县的交界。它是秦岭的主峰，主峰的最高点叫拔仙台，海拔3771公尺，是青藏高原以东整个中国大陆最高的一座山头。它同时是汉水跟渭水的分水岭，一边的水往南流进长江，一边的水往北流进黄河。你站在拔仙台顶上，脚底下踩的其实是南北中国那条看不见的线。这座山在中国人的想象里从来就不是普通的山。水经注里写，汉武帝的时代，太白山就已经有神祠了，祠里供的神叫古春。陆易记里的说法更玄，说金星的精华坠落在终南山主峰的西边，所以这座山才叫太白。李白爬过它，写下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这样的句子。韩愈也写过它。关中八景里有一景叫太白积雪六月天，因为海拔3500公尺以上的地方，一年有8、9个月都覆着雪，山顶的积雪厚度可以超过半公尺。山顶那块平坦的台地之所以叫拔仙台，民间的说法是姜子牙就在这里封神，现在上头还留着石砌的封神椅跟雷神殿的基址，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一段来历不明的预言最后会被安放在这座山上。它需要一个够高、够冷、够神、够远的地方。你不会把一块改变世界的石碑放在市场旁边的停车场，传说是有品位的，传说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舞台。那么碑是怎么出来的？流传的版本是这样讲的，说是在20多年前的一次地震里，太白山上一面石壁倒塌了，人们从摊下来的碎石里发现了这块碑，碑上刻着刘伯温留给后世的警告。故事就到这里没有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20多年前是哪一年？这句话从2000年前后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一路传到今天，永远都是20多年前。2005年有人这样写，2010年有人这样写，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还是有人一字不改的这样写。它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期的时间点，因为它从来没有被钉死在任何一个年份上。它像一个永远往后退的地平线，你走多久，它都在20多年前。再往下追，破绽更大。地震没有编号，没有规模，没有震央，石壁没有坐标，没有海拔，没有方位，碑没有照片，没有拓片，没有尺寸，没有文物登记号，没有一张现场的图，陕西的地方志里没有，考古简报里没有，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导览资料里也没有。一块在中国名山上被地震震出来的明代石碑，居然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要知道，2000年之后的中国，数位相机已经很普及了。这种级别的发现，如果是真的，会有记者，会有学者，会有一整批人冲上山去。可是我们手上有的只有一段文字，跟一句20多年前。这里值得停下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段文字非要说自己是刻在石头上的？因为石头在人类的想象里是一种特殊的材料，纸会烂，木头会朽，记忆会走样，人会说谎，可是石头不会。石头刻上去就是刻上去了，你没办法偷偷改一个字。所以自古以来，凡是要传给后世不容更动的东西，人们都刻在石头上。法律刻在石头上，盟约刻在石头上，界限刻在石头上，死者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中国的传说里
这个母题出现的特别多。河图从黄河里背出来，洛书从洛水里浮上来，天书从天上掉下来，这些故事的共同结构都是一样的。一段重要的讯息不是由人写的，而是被自然界教出来的。人写的东西可以怀疑，自然界教出来的东西没办法怀疑。而地震震出石碑是这个母题最完美的版本，因为地震是最不可能被人操纵的事件。你可以伪造一份手稿，可以伪造一个印章，但是你没办法伪造一场地震。所以只要故事说是地震震出来的，这段文字就自动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身份。这个设计非常聪明，聪明到我几乎要佩服想出它的那个人。那么被抬出来背书的刘伯温又是谁？刘基，字伯温，1311年生于浙江青田。元统元年，也就是1333年，他考上进士。那一年他20出头岁。他先在江西高安当县丞，后来做过元帅府都事。可是他的建议常常没人采纳，才能反而被压着。他前后3次愤而辞官，回青田隐居。就是在那段赋闲的日子里，他写下了《玉离子》。1360年，朱元璋2次派人去青田请他，刘基思考很久才决定出山。第一次见面就提出了实务18策。之后的9年，从鄱阳湖大战到收复江南，他一路做朱元璋的军师。1367年，他被任命为太史令，呈上戊申大统历。明朝建立之后，他被封为成义伯，但是他的晚年并不好过。史书里记得清清楚楚，李善长曾经诬告他在弹劾之下杀人，是不敬之举。平时怨恨他的人也纷纷跟着诬陷。碰上天旱，朱元璋要群臣讲意见，刘基讲了一大套关于阵亡军人遗孀，关于公义尸骸，关于降兵充军的话，皇帝当场采纳了。可是10天过去，雨还是没下。朱元璋大怒，把他赶回乡下当平民。同一段时间，他的妻子过世了。他临走前还在上奏，说凤阳虽然是陛下的故乡，但不宜作为建都之地，说王保保不可以轻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都说对了。1375年，刘基在青田过世。关于他的死，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说是被人下了毒。这件事到今天都没有定论。这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也有很多挫折跟委屈的政治人物。他的真实著作留下来了，《成义伯文集》、《玉离子》、《傅福集》、《离梅公集》、《写情集》，你去翻，里面有寓言，有诗，有政论，有兵法心得，写得非常好。卖甘者言那篇文章到现在还在中学课本里，但是你翻不到一个字的太白山碑记，也翻不到烧饼歌。问题来了，为什么所有无主的寓言最后都会被挂到刘伯温名下？因为他在民间传说里早就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个容器。中国民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学者把它叫做剑垛效应，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人被立成了靶心，后来所有没有主人的剑都会被插到他身上。诸葛亮是一个，刘伯温是另一个。老百姓给他的标签是前知500年，后知500年。8月15杀鞑子的故事挂在他身上，北京城的规划传说挂在他身上，各种寓言歌诀也挂在他身上。你把一段来历不明的谶诗挂到刘伯温名下，他立刻就有了600年的年份跟一个天才军师的担保，而这个成本是0。最有名的2个例子就在旁边，一个是烧饼歌，全文1912个字，由40多首歌谣组成，讲的是朱元璋一口烧饼还没吃完就招刘伯温进殿的故事。他预言了明朝、清朝一路到近代的大事，看起来准得不得了，连土木之变、宦官之祸、李自成起兵都写进去了。可是研究者查遍史料，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他是刘基写的，而且在民国以前，这篇东西根本没有流行过。学界一般推测他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人托名伪作的。另一个是金陵塔碑文，据说在民国7年，也就是1918年，从南京的一座塔里被发现。他的套路一模一样，先讲一段一眼就能对上的近代史，再往下开一张空白支票。而中国民间所谓的3大预言书，推背图、烧饼歌、乾坤万年歌，其中乾坤万年歌托名姜子牙，烧饼歌托名刘伯温，这2本的作者身份都不可靠。真正有一点成书线索的只有推背图。所以你会发现，托古这件事在中国谶书的世界里不是例外，而是常态。而太白山碑记，连维基文库在收录它的时候都直接在标题后面加了2个字，托伪。这里顺带说一段背景，因为它会帮助你理解这一整个文类。用隐语预测王朝命运的东西
在中国叫做谶，配上附会经书的解释，就叫谶纬。这种东西在汉代最盛，盛到什么程度？盛到皇帝登基都要靠它来背书。但也正因为它太有用，历代政权对它的态度都非常紧张。因为同一套工具，今天可以拿来证明你是天命所归，明天就可以拿来证明别人才是。所以历史上敬谶、焚谶的动作一波接一波。到了明清，这类文字转入地下，跟民间宗教、跟结辩思想结合，变成了一种老百姓自己用的东西。也就是说，旧节碑文这类文本，它的祖宗不是天文学，也不是占星术，而是一种在动荡年代里帮人排解恐惧的民间工具。理解了这一点，后面很多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好，现在我们把碑文摊开来看，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双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这几句其实很中性，讲的是天理昭彰，人在做，天在看。真正下重手的是接下来这一段：贫者10000留1000，富者10000留2-3。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你注意这个比例，10000个穷人活1000，10000个富人只活2-3个。这不是预测，这是判决。他一开口就先把死亡率写死，而且刻意把富人写得比穷人更惨。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叙事策略，因为抄写跟传播这种文字的从来就不是富人。你要一份文件在底层社会里自己长脚跑起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底层读了觉得爽。再往下，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绝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十月间。这一句就是2020年之后所有转传的引爆点。九冬十月指的是农历10月前后，进了数9寒天的那段时间。武汉的疫情最早的病例大致就落在那个区间。你在2020年2月看到这行字，是很难不起鸡皮疙瘩的。在时仇之前还有2句话很容易被跳过，可是我认为那2句才是整篇文字里设计的最精密的地方。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你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意思是好人才看得到这段文字，坏人根本没机会看到。停1秒，想清楚这句话对读者做了什么。你正在读它，所以你是好人。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它在你还没开始判断内容之前，就已经先把你放进了自己人的位置。人一旦被认定为自己人，防备心就会下降，接下来说什么你都比较容易接受。更厉害的是，它同时堵死了反对的出口。如果你读完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你要怎么表达？你一旦说出口，就等于在说你不是那个得一见的人。怀疑的成本被悄悄设得很高。这种写法在劝善文字里不是偶然，而是几百年打磨出来的技术。它跟现代那些一开头就说看到这篇文章的你是有缘人的贴文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差了600年。而你会发现，全篇下来，它一次都没有给你可以验证的东西，没有一个具体年份，没有一个人名，没有一个能够事前检查的预测。它给你的全部是感受，是氛围，是不安。然后是全篇最有名的十愁：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间，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人无衣穿，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我们一条一条看。一愁天下乱纷纷，这是最宽的一句，任何一个年代都成立。二愁东西饿死人，讲饥荒。三愁湖广遭大难，指明了地区。四愁各省起狼烟，狼烟是烽火，讲的是战乱。五愁人民不安然，同样宽泛。六愁九冬十月间，跟前面重复，再强调一次时间。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人无衣穿。这2句很妙，他不说没饭没衣，他说有饭没人吃，有人没衣穿，讲的是分配断裂，是物资明明存在，却送不到人手上。九愁尸体无人捡，这是最惨的一句。十愁难过猪鼠年，收在一个时间点上。10句话里有2句在2020年被放大到全世界。第一句是三愁湖广遭大难，湖广是明清时代的行政区，范围大致涵盖今天的湖北跟湖南，武汉就在湖北。第二句是十愁难过猪鼠年，2019年是己亥猪年，2020年是庚子鼠年，猪年年底爆发，鼠年全面失控。你把这2句摆在一起看，配上七愁有饭无人食，九愁尸体无人捡，再回想一下2020年那几个月的画面，确实会头皮发麻。
再往下还有，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就是铜打铁罗汉，难过7月初1、13，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乃能保全，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翻龙蛇年。天翻龙蛇年指的是辰年跟巳年，离我们最近的一组龙蛇年就是2024年的甲辰跟2025年的乙巳。也就是说，如果照这个读法，我们是在去年才刚刚走完这一关，现在是2026年丙午马年。最后还有一段更难解的，幼儿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汉中苦，大狮吼如雷，犀牛现出尾，平地遇猛虎。这几句是全篇最发散的地方。幼儿好似朱洪武，有人解释成会出现一个像朱元璋一样出身贫寒的人物，因为朱元璋小时候当过乞丐，讨过饭。也有人干脆解释成小孩子会流离失所到要饭的地步。四川更比汉中苦，有人对到地震，有人对到水灾，有人对到别的。大狮吼如雷，有人说是某个人的登场，有人说是某个国家。犀牛现出尾，有人说是邪恶露出本相，平地遇猛虎。有人说是无辜的人遭殃。你注意到了吗？这几句话里出现的全部都是象征物，幼儿、狮、犀牛、虎，没有一个是具体的人名或地名。而象征物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套在任何人身上。今天你说狮子是甲，明天别人说狮子是乙，后天再有人说狮子其实是一个组织。永远不会有答案，也永远不需要有答案。同一段话能有这么多种互相矛盾的解法，本身就是一个讯号。真正有资讯量的句子是没办法被这样自由诠释的。老实说，第一次读完，任何人都会有一点被击中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得做一件比较扫兴，但是真正重要的事，就是去看看这种被击中的感觉究竟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第一个线索来自版本比对，这也是整集里我最想跟你分享的一段。太白山碑记其实不是这段文字唯一的形态，它还有一个更早、更完整，在台湾民间流传更久的版本，叫做旧节碑文。两个版本的骨架几乎一样，同样的天有眼地有眼，同样的贫者1万留1000，同样的时筹，同样的猪鼠年，连结尾的劝善句都一样。可是旧节碑文里有几句话在太白山版本里不见了，不见的是这几句：有人行大善，急速抄写四方传，富者捐资刊版，贫者抄写天下传，写1章免1难，抄10章能保全。倘若看见不传送，一家大小受罪愆。看懂了吗？这就是完整的连锁性结构，而且是教科书等级的。它同时给了你3样东西，一个恐吓，一个奖赏，一个明确的动作指令。抄1章可以免1难，抄10章可以保全。看到了不传，全家倒霉。有钱的出钱印，没钱的动手抄。他甚至还贴心地照顾到了2种不同经济能力的人，让每一个读到的人都找得到自己该做的事。这段文字里最核心的功能从来就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复制自己。而太白山那个在网络上爆红的版本，恰恰把这几句删掉了，换上一个地震震出石碑的故事。你可以想象那个演化过程。在网络时代，抄10章能保全这种话一看就是连锁信，反而会降低可信度，会让人直接关掉、删掉它，补上一个考古现场。这段文字立刻从劝善传单升级成出土文物，这不是有人在造假，这是文本在自然选择。能传下去的版本活着，传不下去的版本被淘汰。一段文字在几十年的流传里，会慢慢长出最适合当下传播环境的样子，就像生物一样。第二个线索来自这种文字的真正家族。旧节碑文不是孤儿，它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传统，叫做善书。你去台湾任何一间香火旺一点的宫庙，门口那个免费结缘的架子上，现在都还放着这类东西。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明文、玉历宝钞都是同一个家族。这些书的写法千篇一律，先描述劫难有多可怕，再列出一份行为清单，最后告诉你照着做就能躲过去，而且务必广为流传。旧节碑文的时筹跟结尾的劝善句完全落在这个模子里，一寸都没有跑出去。这件事其实有扎实的学术研究。2007年，汉学家陈学林跟学者王建川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台湾流传的刘伯温趁旧节碑文探溯》。这篇论文后来收进了陈学林的专书《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里，跟他考证8月15沙达子故事、烧饼歌、刘伯温趁的其他文章放在一起。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2007年比武汉疫情爆发早了整整12年，也就是说，这段文字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在台湾民间流传了很久很久，久到值得学者专门写一篇论文去追它的源头。它不是2020年才从地底冒出来的，它一直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躺在庙口的架子上，只是当时没有人觉得他在讲什么。这一点请你记住，因为它会推翻整个应验的说法。第3个线索是那些命中率的算法，我们来一句一句拆。先说三仇湖广遭大难。湖广在明清两代是什么概念？是天下的粮仓。当时有一句话叫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只要湖广丰收，全国就饿不着。一个把天下粮仓写进灾难清单的预言，命中的几率有多高？湖广地区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大水、大旱、大疫、大战多到数不完。1931年长江大水，1954年长江大水，1998年长江大水，全都在这个范围里。你在任何一个世纪去看，湖广遭大难几乎都是成立的。这就像有人预言说沿海会有台风一样。再说时仇难过猪鼠年，生肖12年一轮，猪年跟鼠年刚好是连在一起的2年，也就是说每隔12年就会有一组猪鼠年报道。从碑文号称写成的那个年代算到今天，中间至少过了50几组猪鼠年。这50几组里面有多少组发生过瘟疫、饥荒、战乱或者天灾？答案是绝大多数。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先有了2020年才回过头去找那一句猪鼠年，而不是相反。再说9冬10月间，呼吸道传染病本来就集中在秋冬爆发，这是流行病学的常识，不是神机妙算。冬天室内密闭，人群集中，空气干燥，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力下降，这是每一年都在重演的规律。把瘟疫的时间点压在9冬10月，就像把台风压在夏天一样，堵的是最宽的那一格。这里就要讲到2个心理学上的老朋友了，一个叫巴纳姆效应。1940年代末，心理学家佛瑞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学生做完性格测验，然后发给每个人一份所谓的个人分析报告，请他们替准确度打分数。学生们给出的分数非常高，普遍觉得惊人地准。可是真相是，每一个人拿到的报告内容一模一样，全部都是从星座书上抄来的通用句子。那些句子的共同特征是宽泛、模糊、正反都能成立，而且倾向于恭维。人类天生会把这种对谁都成立的描述读成专门在讲自己。另一个叫后见之明偏误，说的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会觉得自己早该看出来，而且会不自觉地重组记忆，把当时根本不存在的线索编进去。这不是说谎，这是大脑真的会这样运作。你事后回头看2019年的新闻，会觉得处处都是征兆，可是你在2019年当下什么都没看出来。趁尸之所以有效，靠的就是这2把刀一起下。前面那把刀让句子够宽，后面那把刀让你自己把答案填进去。而且这套机制不是中国独有的，你去看西方的诺查丹马斯，套路一模一样。他的4行诗写得极度晦涩，地名用古称，人名用缩写，时间用隐语。同一段话可以被读成拿破仑，也可以被读成20世纪的独裁者，还可以被读成中东的某一场冲突。每一次世界上出大事，就会有一批人跳出来说，你看，他早就写过了。可是同样的，从来没有人能在事情发生之前，靠他的诗准确讲出任何一件事。模糊是趁诗唯一的生存策略，它必须模糊到可以装下任何未来，才能在任何未来里都活下来。一句话如果写得够具体，它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而一旦被证明是错的，它就死了。所以所有活了几百年的预言，都不是因为它们准，而是因为它们够滑。它们像水一样，你给它什么形状的容器，它就变成什么形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检验，也是最致命的。如果太白山碑记真的预告了那场瘟疫，那应该有人在2018年或者2019年年初公开拿出这段文字说，注意，明年冬天湖北会出大事，有吗？没有，一篇都没有。所有把湖广、猪鼠年、9冬10月串起来的解读文章，时间戳全部落在2020年1月底之后。这不是预言，这是注解。预言跟注解的差别只有一个，就是它站在事情的哪一边。站在前面的叫预言，站在后面的叫解释。而人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站在后面。好，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标题，指向你住的地方。在2020年前后那一波解读热潮里，确实有一大批文章
非常努力地想把台湾读进这块碑里。他们抓住的是碑文后半那几句：主座中央土，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架桥迎新主。有人说主座中央土指的是中原，有人说架桥迎新主指的是两岸，也有解读者搬出另一套象征系统，说中国地图的形状像一只鸡，海南岛跟台湾岛是鸡的两条腿，所以现在叫金鸡独立，等到某一年金鸡双腿站立，两岸就会合一。还有人把金陵塔碑文里那句潜水鲤鱼终有难解释成台湾的地理形状像一条搁浅的鲤鱼。我把这些解读完整讲出来，不是要替他们背书，而是因为接下来这件事更重要。那一批文章很多都写在2020年，而他们给出的时间表大多落在2025年、2026年。有人写得非常具体，说人类的劫难期是2020年到2025年，等到2026年一开始，局面就会整个翻转。而现在就是2026年8月，你可以把手机放下，走到窗边看一眼。如果你在板桥，楼下的黄线上照样停着违停的机车，早餐店的铁板照样在滋滋响。如果你在台中，中午的太阳照样晒得人睁不开眼。那些写在2020年，指明要在2026年兑现的时间表，并没有兑现。这件事比碑文本身有价值得多，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谶诗运作的最后一道机制。预言从来不会失效，它只会被重新排成。2025年没发生，就说是2026年；2026年没发生，就说是2031年，因为那又是一组猪鼠年；2031年没发生，就说是2036年，因为那是下一组龙蛇年。这套系统之所以永远不会被证伪，不是因为它太准，而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让自己站上被证伪的位置。一个永远可以延期的预测，跟一个没有预测的预测，在资讯上是完全等价的。顺带一提，碑文里那句上元甲子到，其实有一个很技术性的算法。传统术数里有一套时间结构叫3元9运，180年为一个大周期，分上元、中元、下元、3元，每元60年，每元再切成3个小运，每运20年，总共9运。照近代通行的排法，这一轮的180年是从1864年起算的，2004年到2023年是下元8运，2024年到2043年是下元9运，9运跑完才轮回上元。也就是说，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上元甲子是2044年。如果照这个算法，碑文说的那个人人哈哈笑的太平年，离现在还有18年。而如果你今年40岁，那一年你58岁，你的孩子那时候可能刚出社会。这个答案比任何一种末日时间表都来得平淡，但也来得诚实得多。再来，我们得处理那个吵得最凶的字谜。碑文倒数第二段是这样的：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猎不倒，7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3点加一钩，8王20口，人人喜笑，个个平安。先看前面那4句：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猎不倒。这几句话讲的是钱，表面上是在说钱才是宝贝，可是看破了就会发现它没有用。这是所有末世文本都会有的一个母题，就是把货币打回原形。在灾难里，钱会失去意义，因为钱的价值来自一套还在运转的社会系统，系统一停，纸就只是纸。这种话在成平时期听起来很酸，可是在真正的动荡里，它会突然变得非常真实。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那几个月，这几句被特别多人转。当你看到有人拿着钱却买不到东西的时候，这几个字的重量是不一样的。顺带说一下，这段文字在2020年是怎么传开的？它不是靠新闻，也不是靠学者，它靠的是家族群组跟通讯软体。一个长辈收到，转给3个群组，每个群组里再有几个人转出去。这种传播方式有一个特征，就是每一次转发都会脱掉一层来源。第一个人可能还记得是从某个网站看到的，传到第5手就变成了一位朋友说，传到第10手就变成了据说。等他绕回你手上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作者，没有出处，没有日期，只剩下一段看起来很古老的文字。而一段没有出处的文字是最难反驳的，因为你连要去查什么都不知道。好，现在看那4句字谜：7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3点加一钩，8王20口。这4句是整篇碑文被讨论最多的地方。比较流行的一种拆法是这样的：7人一路走，加上引诱进了口，拆出一个真字，
理由是古写的真字上半部像个七，下半部由人跟一组成，再把引字里的弓对齐放进口中，就成了木。3点加一钩拆成心，或者拆成忍。八王20口拆成善，因为善字上面那个部分可以拆成8根王，下面可以拆成20根口，但这不是唯一的拆法。也有人把七人一路走拆成轮，理由是七人是轮，现在的人要一路走的坐车，所以加个车字旁。也有人把八王20口拆成胜，还有人把人人喜笑个个平安这2句也拿去拆字，拆出一个满字，说人人喜笑的形状像两，个个平安是把个个平放变成草字头。同一组4句话，不同的人拆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而且每一种拆法都能自圆其说，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这其实就泄了底。一个真正的谜语，答案应该是唯一的，而且揭晓之后所有人都会说原来如此。当一段文字可以被拆出真、善、忍，也可以被拆出轮、胜、满，那它就不是谜语，而是一面镜子。你在里面看见的是你进去之前就已经带着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宗教团体，每一个政治立场的解读者都能从同一块碑上读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好，重点来了，上面讲的那些全都不是碑文的最后一句。网络上流传的所有版本，不管是太白山碑记还是旧节碑文，在字谜之后都还有一段，而这一段几乎没有人拿出来解读。为什么？因为它太平常了，平常到不像预言，平常到大家的眼睛会自动跳过去。它是这样写的：人人可观，个个可传，有人印诵，误取金钱，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敬重天地神明父母，惜字指五谷，谨当切记。最后那一句，敬重天地神明父母，惜字指五谷，谨当切记。你看仔细一点，这句话里没有国家，没有年份，没有战争，没有生肖，没有任何一个需要拆解的字谜，它只点明了4个对象：天地神明父母，再加上2样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东西，字指五谷。这4个对象在哪里？如果你住在台湾，答案近的有点好笑。天就是你家骑楼下阳台边挂着的那个天公炉，地就是每年固定要拜的地基主，是巷口那尊你走过100次的土地公。神明就是你家客厅最正中央那张神明桌，或者你阿嬷坚持每天都要点的那盏小灯。父母就是神明桌旁边那个公妈龛，那几块写着名字的牌位，以及那个现在正在厨房还没睡等你回家的人。有些老人家的家里还会挂一块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5个字其实就是这句碑文的另一种写法。而那2样东西更有意思。先说惜字指，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口号，它是一整套真实存在过，而且在台湾留下了实体建筑的习俗。古人认为写过字的纸不能乱丢，不能踩，不能拿去包东西，就算是废纸也必须恭恭敬敬地烧掉。这个观念跟科举制度有关，跟对文字本身的敬畏有关。有一种说法，把字纸看得跟经书一样重，认为看见了就该送进火里，或者放进清净的流水，这样福禄才会长久。为了烧这些字纸，各地盖了专门的炉，这种炉有很多名字：西字塔、西字楼、字库、焚纸楼、文峰塔、敬圣亭。在台湾多半叫圣祭亭或西字亭，在客庄叫敬字亭。这个习俗甚至传到了琉球，当地人叫它焚字炉。它长得很像金炉，但功能完全不同。金炉烧的是金银纸，敬字亭烧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写过字的纸。有些亭子的神龛里供着造字的仓颉，有些同时供文昌帝君、孔子、韩愈、朱熹、美浓的迷农庄敬字亭，甚至还加供魁斗星君跟朱一星君。文昌帝君的信仰系统里还专门有一份惜字攻律24条，把敬惜字纸的细则一条一条列出来。而这些亭子现在还站在台湾的土地上。桃园龙潭的圣济亭，清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由地方士绅募款兴建。当时龙潭一带文风很盛，有文光社、拿云社、崇文社这几个文会，成员合力募到了经费。他在1892年重建过一次，日治大正14年，也就是1925年再次重修，把炉台的坐向改成坐西北朝东南。1979年地方人士又发起整修，添了牌楼跟地砖。它是全台面积最大、格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
采中轴对称的三进庭园格局，第一进视野开阔，第二进有云墙跟两只石笔，第三进才是主体。炉体由下而上分别象征八卦、四象、六气。下层中央有一幅临土玉书的浮雕，炉口上方刻着过化存神跟文运宏开。1985年，它被指定为古迹。除了龙潭，屏东嘉东的圣济亭建于1890年，竹田有文笔亭，美浓有金瓜寮圣济亭跟迷农庄镜字亭，新竹武庙里有一座西字亭，台东池上玉清宫的镜字亭建于1979年，是东部目前仅存的一座。而且要特别说一句，镜字亭并不是客家人的专利，桃园芦竹的五福宫也有，只是现存保存的比较完整的，大多集中在客庄。更动人的是处理灰烬的方式，字纸烧完之后的灰不能倒掉，那些灰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圣祭。地方上会择定日子，用八音吹奏着，把圣祭恭恭敬敬地送进溪流，让它随水流走。有的地方1年送一次，有的地方12年才送一次。一整个庄头出动，只为了送走一堆烧过的纸灰。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100多年前的某个清晨，客庄的人扛着纸灰走向溪边，乐队在前面吹，小孩子跟在后面跑。他们送的不是垃圾，是他们认为神圣的东西。说到这里，我想岔开一下，因为有一件事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镜字亭这个东西为什么消失了？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科举没了，印刷变便宜了，纸不再稀有了。可是我觉得还有一层更深的原因，古人一辈子能读到的字，可能还不如你今天早上滑手机半小时看到的多。对他们来说，文字是稀缺品，是要用命去换的东西。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想看一本书，可能得走几十里路去借，所以文字自然是神圣的。而我们现在的处境刚好相反，我们每一天生产跟抛弃的文字多到无法计算，讯息发出去3秒钟就被下一则盖掉，贴文写完隔天就忘了，留言区里每天都有几百万个字诞生，然后死去。我们不是不敬惜字纸，我们是根本来不及看清楚那些字长什么样子。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画面，150年前的龙潭人会为了一堆烧过的纸灰，吹着八音走到溪边，而150年后的我们会在30秒内转发一段自己完全没有查证过的文字，然后就忘了。从这个角度看，惜字纸这3个字在今天反而比在清朝更难做到，也更需要做到。他现在的意思不是不要丢纸，而是不要随便对待文字。看到一段话，先想一想它从哪里来，是谁写的，为什么要写给你看。转出去之前先停3秒，这3秒钟就是现代版的镜字亭。而这件事恰恰是这篇碑文自己最经不起检验的地方。他一边叫你敬惜字纸，一边在早期的版本里叫你抄10张赶快传出去。你如果真的照最后那一句去做，先去查它的来历，那你反而就不会转发它了。这大概是整篇文字里最大的一个矛盾，也是最有趣的一个矛盾。再说五谷，这个更简单，简单到我们每天都在违背。惜字指五谷，讲的就是不糟蹋粮食。你小时候一定被念过，饭粒不能剩，剩饭会被雷公打。治家格言里有一句话流传最广，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佛家讲惜福，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惜福不是要你吃得少，也不是要你过苦日子，而是要你知道你碗里这一口是从哪里来的，知道那背后有多少人的手跟多少天的太阳。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字纸跟五谷是2样最不能糟蹋的东西，一样喂饱脑袋，一样喂饱肚子，一样是文明的种子，一样是身体的种子。把这2样并列，其实是把一个社会存续所需要的最低条件浓缩成了6个字。所以那块碑的最后一句指向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不在陕西的山上，不在海峡的中线，不在任何一场你控制不了的博弈里，它指向你家的神明桌，你家的公妈龛，你家骑楼下那个天公炉，它指向你家巷口那间你走过100次却没抬头看过的土地公庙，它指向龙潭那座站了150年的石亭子，指向嘉东跟美浓那些正在风化的炉口，它指向你家的米缸，指向你今天中午没吃完顺手倒进厨余桶的那半碗饭，它指向那个此刻可能正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太大你有点嫌吵的人，它指向的一直都是你住的地方。讲到这里，我们该回头处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人类需要预言？这件事其实跟聪不聪明无关，真正的原因是人类对不确定性的忍耐度极低，比起坏消息，我们更怕没有消息。一个明确的灾难日期
居然会比一片模糊的未来更让人安心。因为有日期就代表有结构，有结构就代表有东西可以准备。预言最大的功能从来不是告诉你未来会怎样，而是让你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重新拿回一点点控制感。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每次大灾难之后，这类文本一定会回来。他们不是在解释世界，他们是在安抚神经。而写下这段文字的人，不管他是谁，他非常懂这件事。他懂什么？他懂人在害怕的时候最听话。所以他的结构是，先给你10个筹，把死亡率、尸体、饥荒、狼烟全部堆到你面前，等你心脏开始快跳，再递给你一个门槛极低的出口。这个手法在善书里用了几百年，在今天的社群媒体上还在用，只是换了界面。以前是庙口的纸本，现在是家族群组里的长辈图。可是这里有一个转折，而且我认为这是这整件事里最值得说的部分。那个出口本身是好的，敬天、敬地、敬神明、敬父母、惜字、惜古，这6件事是一个农业社会用几百年的经验能想到最基本的秩序。他不要你捐钱，不要你入教，不要你恨谁，不要你去对付任何人，也不要你去等哪一年，他只要你回头看一眼你自己家里。我们可以嘲笑那个地震震出石碑的故事，可以拆穿那个连锁性结构，可以指出湖广跟猪鼠年的命中率其实低得可怜。这些都该做，而且必须做，因为分辨真假是我们对自己最基本的责任。但是做完之后，那最后一句话并不会因此变得比较没有道理。一个假的来历不会让一句真的话变假。所以我想给你一个很实用的判准，你以后遇到任何一则预言，任何一段转传，任何一个说自己看到了未来的人，都可以拿它来量一量。凡是叫你赶快转传，不转会倒霉的，不是预言，是连锁信。凡是给你一个明确年份，要你去等待或者去害怕的，不是预言，是行销。凡是告诉你灾难只会落在某一群人头上，而你只要站对边就没事的，不是预言，是动员。而凡是让你放下手机，回家吃饭，去看一眼你爸妈把碗里的饭吃完的，就算它是假的，它也是好的。这4句话你如果记住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预言，什么样的末日消息，什么样的长辈图，你大概都不会再慌了。因为真正会伤害你的，从来不是灾难本身。灾难来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你只能面对。真正会伤害你的，是灾难还没来，你就已经先把自己吓坏了那几年。是你因为一段来路不明的文字，开始囤积东西，开始怀疑邻居，开始跟家人吵架，开始半夜睡不着。是你为了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年份，把眼前这几年真实的日子过坏了。预言最大的代价从来不在未来，而在现在。最后我们再回太白山一趟，那块碑我们找不到，没有照片，没有拓片，没有编号，没有一本地方志替它作证。以现有的证据来看，最合理的推断是它不存在，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段文字是清末明初以来民间劝善传统的产物，被几代人抄写、增删、改写，最后在网络时代长出了一个石碑的身世。可是话说回来，碑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拿来预测未来的。你去看真正的古碑，庙里的重修碑，路边的界碑，桥头的捐款碑，还有日本海边那些立了几百年，上面写着大地震之后海啸会来，要往高处跑的石碑，他们刻下来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就是让后面的人记得。碑不预测，碑提醒。碑是一个已经走远的人，用最笨、最慢、最贵的方式，硬要留下一句话给你。他知道自己会死，知道纸会烂，知道人的记性很短，所以他选择了石头。也许600多年前，秦岭的雪线上真的站过一个人，他看着关中平原上一盏一盏亮起来的灯，他知道自己活不到那些灯熄灭的那一天。他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年会有瘟疫，哪一年会打仗，哪一年粮食会不够，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能留给你的只有一句话，不管是哪一年出事，你要守住的东西一直都在你家里。而这句话之所以到今天还站得住，不是因为他预测到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预测，他成立的条件跟未来无关。不管明年是太平还是动荡，不管上元甲子是2044年还是永远不到，不管那块碑是真的还是假的，敬天、敬地、敬神明、敬父母、惜字、惜古，这6件事的价值都不会变。这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所有需要靠某一年来证明自己的说法，
都会过期，只有不需要被证明的东西才能一直活着。那块碑上最后一段指向的地方，从来就不是别人的地方，它指的是你住的地方，而现在你正好就在那里。